淘宝超商货到付款上线，虾皮会不会被打爆？品牌自救两招必看。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台湾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还算准啊，你可以检查过去的影片。我们上次影片讲了哦，好事多也能用 Uber Eats 外送了，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一集我们来聊淘宝开通便利商店货到付款哦。先讲一下这件事情哦，为什么会需要被报道哦？超商取货付款本来就是台湾消费者很习惯的一种消费方式哦，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客群，比方说长辈，比方说还没有信用卡的学生哦。那很多的长辈到现在还是不能够信任电商上面要线上刷卡，他们就觉得说刷卡就是要被骗的哦。啊，这个是真的哦。之前有长辈要买洗衣机哦，他也是线上买，然后啊，他就是要选货到付款，他就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知道？哦，手上就抱着3、4万，早上买菜邮局先领好这样，哦，那就反正长辈时间多嘛，他不用上班，在那边等哦，等那个宅配到了，到了以后3、4万很可以抓，那点点点点点，啊，有人啊呢，现场把它付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分期，你看不起他是不是？分期哦，就这样，哦，他就是每个人啊，就是不愿意线上刷卡就对了。那淘宝推出这个便利商店货到付款哦，就等于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些对于线上刷卡哦，他第一个没有经验，第二个他没有信任感的族群哦，还有第三个就是不能办信用卡的族群。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哦是蛮聪明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淘宝货到付款要对台湾开放了，先完成一登记拿优惠券哦。网友不看好这点，会被玩坏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7月7号的时候，淘宝在 Facebook 公布说，他们即将启用超商货到付款的服务，就取货付款啊。那为了符合台湾的法规，用户需要先完成一次性的身份认证。这个比较敏感哦，各自中国哈，听我讲哦。那如果在7月底以前完成身份认证的人，有机会直接获得一张台币50块钱的折价券。那 PPT 就有人讨论说，台湾消费者很多都不取货的呢，对不对？哦，就是在这放鸟哥啊、放鸟姐啊，一大堆订一堆，然后不去拿，不去拿的原因也很瞎，就是他那时候看，他只是想买，他就买，买了以后真的他掏出钱一个美元哦啊，就是这样。我们做电商的都遇过很多这种东西哦，就是这样。那这样子淘宝哦，可能会迎来什么大量的弃单、退单，就是未取了哦，未取率可能会很高，怎样怎样又怎样的。我只能说你想多了。淘宝它能够搞只退货不退款，你知道吗？仅退款哦，之前影片也拍过。你这个不取货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小咖哦，真的是不痛不痒的。而且人家的资本长那个样子哦。那我刚才也试了一下操作流程。就是从淘宝的 App 首页进去，然后你看中间 banner 哦，点开，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它的版位可能也会换掉了哈，不过没差，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先点 App 右下角的我的淘宝，然后点支付设定，接下来你就会进到跟我一样的画面哦，就点货到付款认证就好。那接下来啊，它会跳到中国信托的网站哦，就台湾的带中国2个字啦哦，反正就是这样。所以身份认证的这一段是台湾中国信托去处理的，不是说直接把你的身份证上传给淘宝，淘宝就直接给北京之类的哦。所以你要知道淘宝这样做的目的。那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淘宝它要这样搞。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降低怎样购物的门槛嘛，就这样嘛。你也知道台湾的消费者已经非常的习惯怎样线上下单、超商取货哦，超取这种模式。之前就有调查过，有85.9%的消费者有在便利商店取货过了。那淘宝本来就有这个便利商店取货的服务，但是一直都没有开这个货到付款哦。那现在它多开放了这个货到付款的功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不信任信用卡的长辈，我跟你讲，长辈消费力有点强哦，有点强哦。反正他们都是现金的嘛。这边先岔题，先讲一下。我们以前觉得说长辈就是抠抠搜搜的哦，那个买根葱什么也要杀价。可是啊，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个统计？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有客户是做这个的，然后跟他聊很久，他告诉我的那个客户他以前摆菜市场哦，然后他说老人长辈的消费力很强，因为通常他都是管一家的经济，
就是说我们在电商中会看一个东西叫客单价，对不对？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商品多少钱哦，是平均一张订单多少钱嘛，对不对？客单价。好，那就讨论到这个议题。然后他摆菜市场啊，让他偷闲了哦，那就是跟我闲聊就对了。他说：“哦哟，我听不啊。”他知道说他的欧巴桑在那边跟他买哦，整个菜市场哦，他们有去简单的调查，大概平均每日的客单价哦，随随便便都是2500哦，每天哦。因为他一家4口6口带孙子带小孩，他就是有那么多吃的喝的要买嘛，哦，小孩零食要买嘛，哦，这个是随便一买啊就非常的多哦。那只有礼拜一菜市场没开的时候，大家就休息，反正就是这样啦。长辈的消费力其实是非常的可观的，然后他们就不信任网络买东西嘛，他们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虽然也是网络买东西嘛，啊，反正就是这样。他看到那个邮局的哦，送货来给他，他把钱给邮局，他安心了哦，就是这样。那我们回来哈，除了这些不信任信用卡的人也能用淘宝以外，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目标是让一些还没有信用卡的人哦，也能够使用淘宝的服务。例如说国高中生嘛，对不对？当然台湾还有一个东西叫零卡分期，可是零卡分期哈，有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应该都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有利率的问题。好，总之就是货到付款。我讲一个场景哦，你应该就能理解了，就是你现在这个梦回国中生。然后你现在考期中考，哦，那你就无聊滑手机，看到某某网红开箱了一个中国制的公仔鬼灭之刃什么的，很漂亮很帅，或是一件什么什么衣服之类的，然后你就跟妈妈说，我要买这个，按信用卡就有刷，你信不信？对不对？哪个国中生刷得到爸妈的卡？一刷爸妈那边跳通知后，回来要被骂。哦，那办副卡这件事情哦，只能订吃的哦，只能订这个 Uber 哦，其他都不行哦。这规矩很多哈，但是学生都会零用钱嘛，零用钱可以自己支配嘛，货到付款哦，这个浑然天成。那今天淘宝推出了便利商店货到付款的服务，你是不是可以就不用过你爸妈那一关？那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下单以后因为自己揣着零用钱再去拿。如果零用钱在这之前不小心怎样被花掉哦，可能突然朋友要怎样，然后花掉，导致你到时候钱不够去取货，你也不用借钱，你就怎样，你就放生就好了嘛，你就不去取嘛，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很多那种预购类型的商品哦，你也可以先下单之后再慢慢存零用钱来付这样预购哦，预购的周期可能很长哦。会看我的频道哦，应该不太可能是国高中生啦，所以这样子应该不算教坏小孩。但如果你是国高中生的爸妈的话，你就偷偷检查一下你家小朋友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开始在买淘宝的东西，因为可以货到付款哦。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原因，暴打虾皮。那这个也不用争哦，买淘宝卖虾皮人尽皆知。那之前还有一部分的虾皮买家，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不信任信用卡或是没有信用卡的人哦。那你以为这些人愿意买虾皮哦？没有，他们只是没得选，你知道，他也知道以图搜图就可以直接在淘宝找到一模一样的产品，然后更便宜。现在是怎样？它不好买嘛，金流这一关卡住了嘛。好，那现在淘宝帮你把金流的门槛的枷锁这样子解放掉了，是不是以后买淘宝，然后选家里附近的 7 全家货到付款就好了？我跟你说，淘宝到货比较慢，可是虾皮怎样？虾皮也会塞车啊，对不对？而且淘宝现在到货几乎都是免运的，你99块人民币以上就是免运的。那你直接进便利商店，24小时都可以去取货，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最后是第三个原因，提升跨境业绩。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淘宝全球出海，这是国家的国策等级国家会投资源去扶持的，所以它就是怎样，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跨境业绩，更不要说现在的川普关税大法这个关税帝君淘宝它就必须深入其他国家的电商市场。我跟你说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关税风波，其实关税是对我们现在有影响，但是中国好几年前就已经都被针对了就是贸易战嘛。如果没有什么贸易战的话，他们不会理我们这种小市场的现在就是变成形式上要让他去积极出海，然后不要是美国因为会被针对。OK， 那就这样嘛。好，那淘宝现在就必须更深入其他国家的电商市场，才能够舒缓现在中国的什么问题？通缩工厂的产能过剩货比人多那东西真是超便宜的，卷到没边了你想说他卖这个东西怎么还有利润怎么买个木柜子可以这么便宜？那个比买原料木头还要便宜，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他们在切这个木头的时候，家具在裁的时候，
我说会剩下一些边边角角，他把那个拿去卖钱，这边会有一点点利润，什么东西就卷到没边了啦，就这样产能过剩。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会很针对台湾电商市场，这必须的啊，这国内的人都买不了，吞不下这些产能那当然就是往外走啊，往外走的话，你看我们的文化同文同种啊，就好那个我没有要讲政治我只是说他们来打我们台湾的电商市场，第一个都很熟悉第二个相当好打，就是这样，那些文化教育啊都不用重新再来一次。不会像说他突然要去做一个我乱讲南非的电商市场好了，就有点苦手。我也不知道他们那边文化怎么样他们的基础建设怎么样。我们就是很方便沟通天然就有一个优势，而且以海外物流都要海外了嘛，对不对？你中国到台湾其实算很近其实算很近。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做那么多客制化调整的原因，在台湾去开超商取货付款。再来你要知道淘宝如何布局其他国家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淘宝在其他国家的布局。首先是提供无障碍的使用环境。好，我们先来讲系统资源的语言。除了现在的繁中简中以外，还有什么日文、英文？日文当然对应的就是日本，英文这就广了除了欧美我们不要讲以外，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属于双语国家所以为了接地气，淘宝在2024年9月的时候先提供英语界面，并且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上线了马来语的界面。然后我在写稿的当下，泰国淘宝也上线，泰国所以泰国接下来也要直接面对这个被淘宝严重入侵因为他们那些很便宜的成衣去泰国一定会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大概也都是中国来的什么恰图恰很便宜嘛都是中国来的并且他也聘请了熟悉当地语言的人来做客服人员，来确保用户的无障碍沟通。再来是透过 AI 技术来进行智能翻译，这个就很厉害了。我们前面有说淘宝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把中国商品卖到全世界，那又不可能说它的中国卖起来就这么厉害精通60国语言，什么英文、日文、马来文、越南文柬埔寨文什么它都会。那它就是靠什么 AI 啦AI 是哪一家？就是他自己家阿里巴巴旗下达摩院，很秋这名字达摩院听起来那么武林高手聚集的地方。达摩院我们讲一下，它是阿里巴巴附设的研究机构，它直属就是它底下自己养了一批研究人员。那研究的范围包含量子计算机器学习机器人、人机交互等等，反正就是很前沿的科技，跟那个电商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它都有在研究。那以台湾来说，你可以把它想成就工研院这样然后是一间民间公司自己养的。好，那这个达摩院已经研发出了 AI 自动翻译的技术例如说商品的介绍也能直接翻译成该国的语言，像这个页面这你以为都人工翻懂？没有，都是 AI那货币什么的也都帮你换算好了。如果外国的客户对商品有问题的话，例如说泰国的消费者他想要买右上的包包，然后问什么材质嘛你是中国卖家，你不会泰文，你要怎么办那边一行一行复制，然后贴上 ChatGPT 快点不用，淘宝帮你搞定了。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你就是在对话框中输中文按翻译它就直接帮你翻成对方的语言了不用说什么再切出去 Google 翻译或什么他们应该不是用 Google 因为有墙的问题，反正就是这样它系统都帮你内建就做掉了，最大程度克服你的沟通障碍。那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淘宝卖家跑去做其他国家的生意不然嘞川普就把美国这个又香又甜的市场把它锁住，贸易战那不打几年了但你要做跨境，当然是往其他国家跑最后你要知道台湾电商如何自处。那最后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台湾的电商到底现在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解法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你不能再搞淘宝转卖了或1688拿货的，因为你打不赢淘宝，他们卷得要死那你就2条路，第一个搞自有品牌，第二个做品牌代理，大概就是这2条路一起发展，或是你选一条路来做，看你现有的资源这样。品牌代理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了那个就没有嘛这个说多了又是江湖一点绝，反正就这样。然后我还有一些建议要给你参考第一个就是你要善用 AI善用 AI 的意思是你要想办法透过 AI 来降低人事成本跟需要的开销。例如说你就自己拍商品，然后丢给 AI 生产品图，
甚至直接生影片嘛，那你就可以去省一些设计师的钱，或是你的销售业文案跟社群贴文那大概就是用 AI 写，你自己再看过没问题就发，就是这样。想办法尽量的去用 AI 来去取代人力，该外包就外包就这样。那我们的核心重点在于你要降低你自己的营业成本为什么？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谁知道？这是一种反脆弱的概念，就是当大难来临的时候，你很难死超难死了。那个家大业大的人都挂了因为你成本很低啊，你轻装就上路了所以在风雨飘摇之下人家的那个屋顶就被掀开了你一根小草，你是随风那边抖来抖去等到雨过天晴，你根都扎好了就这样。反脆弱的概念，尽量的去降低你的营业成本，就是把你的固定成本看能不能转成变动成本。变动成本的意思就是说，你多用才是多收钱的东西就使用者付费、依量付费的那种服务那去降低你的固定成本到时候你体质上才会比较，至少你现金流会比较稳当一点。第二个建议是你要想办法拉高你的毛利因为不论你是什么商品，未来很可能都会受到中国商品的全面禁购，一定会的那现在受伤最重的是服饰、日用、低价消费品快消品还不算有进来，因为中国的大量快消品有食品、泡面、饮料还不算大量的进来那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在街上看的大概都会变成中国的东西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没办法，进价那么便宜又受市场欢迎，对不对？那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是时间问题。如果你现在都还在做低毛利的生意未来淘宝货一进来就很辛苦就非常的辛苦。所以要把价格做高我跟你说卖便宜东西没有难度，就国中生都会你只是来拼价钱的这个真的不应该当成一个成就。就是说你去外面跟人家厮杀一圈为什么别人选你？因为我最便宜。我靠，这个很那个，想办法去提高自己的价格我们不讲那些玄的什么价值，就是你怎样去把价格卖高，人家愿意买单，这才是技术不然只是卖便宜谁不会？你叫一个国中生然后跑到路边然后打一张桌子就卖人家的产品都2折3折卖。有人说这个我在哪边看到多少钱呢？比你还便宜，好，立刻比他便宜，这谁不会卖就是这样那就是想办法去拉高价格这边就会有很多技法可以去应用了反正就是这样，尽量去往品牌端靠拢到时候才会有溢价的空间，品牌才有溢价空间这不用举例啦你自己看你的奢侈品、你的苹果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如果你这2条路也可以执行到位的话，未来几年淘宝大军压境，你应该还是可以活得不错讲八卦就是开放货到付款这件事情，降低金流的门槛 OK 好那这个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我现在还在观察一个东西，就先讲外送大战。就是说淘宝在中国它已经是王者的地位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大量的成长空间，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会需要新的，他们的讲法叫流量入口就被盯上了什么流量入口？外送是怎样嘞？高频吃的喝的，刚需，对不对高频又刚需。好，那现在我们台湾在过我们的日子 OK 好，中国正在上演一个叫外送大战，很夸张那个补贴都是100亿级人民币的每个月每一家现在3大巨头就是美团黄色制服的然后京东红色制服的跟淘宝的闪购，其实就是那个蓝色制服饿了么团队好，那这3大巨头疯狂的烧钱式的补贴它叫闪购啦总之就是淘宝闪购就是外送大军有3家正在竞争这个市场。但外送大军以台湾来说，我之前影片也拍过嘛，就是外送以前大家都不当，我说零售店家都不当一回事，那现在外送都会占店里的营业额趴数了刚开始可能2%不到，又很麻烦，外送的单子来外送员就在催我要赶快去包现场又有结账的客人，很烦可是现在那个趴数慢慢往上走大家都会配固定可能2到3个工读生整天在那边捡那些外送单子来包，因为能把东西卖出去那能把东西卖出去我们就来配合就这么简单。 OK 你看那个 Uber Eats 上不是都可以，还有那个熊猫
不是也都可以去订一些生鲜杂货这些东西吗？家乐福啊，美联社啊，屈臣氏啊，就是这些。你看屈臣氏它街边店，它的逻辑就是服务那周遭的人流嘛，然后后来做了电商嘛，电商的话就是网购嘛，网购就要等嘛。那你看看现在做这个，以台湾来说，就是你可以直接买屈臣氏的东西，然后它等一下就送到你的社区大楼，它是不是很爽对屈臣氏来讲，它那种差，它就把东西卖掉啊。好，那我看到中国的外送大战，那等到他们决出个鹿死谁手那你看将来如果连外送这个行业他们也要进军台湾，是不是相当刺激？因为它等于就是把中国在练习的东西在台湾直接加速实现，因为有经验了。好啊，那到时候会怎么样？真的不晓得呢。那我们 Cyberbiz 很早就有去接那个外送订单，也就是消费者在你的官网下单然后那个是机车快送送货过去。以现在来说，你一定想，那不就跟 Uber Eats 一样但是在官网也可以提供这个服务那当然差别很大，对不对各种抽成有的没的差别很大。那对于我们这个 B to B 的 B 端来说，就是一个相当的优势。你就看你怎样可以让客人养成习惯在你的官网去下单那你的这一单的毛利就可以保住不少。总之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外送大战靠补贴烧钱。他们不是说来台湾打市场的时候是用海量补贴的方式，没有他们自己就是这样打。对，讲到这个我说一下，就是之前去一个那个商会邀请演讲，然后旁边就是做船厂的老板，反正就是常年跟那个中国做生意然后现在因为那个台商什么鲑鱼回流，他就回来就闲聊啊。他是船厂他跟电商没有关系那我会出现那个场合，就是他们要了解新的东西嘛。总之就是闲聊到一个东西，说中国商人很奇怪，他们都想要吃独食吃独食就是什么东西都我要自己吃下来就对了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拿自己吃。他没有像台湾合作的概念。合作的概念是说，我们台湾的企业啊那你做到有一定的营业额，不只是电商我比方说我最近听的那个 podcast 的节目那个包租代管业者租寓嘛他们在讲说他们做起来，他们手上有这些包租代管的租客他可以找人合作啊。找人合作的话，他可以提供比方说定期打扫清洁服务啊那什么有的没的 OK 好。你看我们台湾商人脱口而出心里想的事情就是跟别人合作就是这样，因为我做不来嘛。这些都是小资本小资本所带来的，也不能讲缺陷啊，就是我们天然就会去跟别人合作这样子的思考。中国就不是，中国就是我管你的，我全要如果是在中国包含那个清洁家事服务，然后社区服务什么有的没，他们一定自己成立一个部门来自干，就这样，没有要跟你合作的，就他们要吃独食的概念，刻进那个 DNA 里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所以就会变成这样他们的打法极端抽残，补贴到大家都赚不了钱，我也赚不了钱但是我还有钱烧，等你们大家都挂了，市场就是我的，又是垄断那一招就不晓得，反正中国打法之抽残。好，那当这种心理都是垄断为前提的中国企业那就正式来台湾那边做外送还得了外送你要搭今天的主题也可以啊，货到付款，对不对？随便啊，然后物流又超级快你下单买那个淘宝上的便宜东西，它居然就送来了卫星仓全部都弄好了。中国真的是台湾电商一个很巨大很夸张的对手。我们其实在台湾的那个电商从业人员我们不太怕谁？我们不太怕 Amazon 啊，对不对？ Amazon 怎样我们就这种态度，不太远在天边有差可是我们就很担心这个淘宝尤其是中国系电商的进攻。因为他们就是来吃独食，他们也要跟你合作，然后来就是补贴，然后大家都赚不到钱，他也赚不到钱就是这样。总之外送大战看一下，如果外送大战有什么新的眉目或进度，甚至他们开始有些对台的话，那我会再来拍影片。其实韩国 Coupon 也有他本来在韩国自己就有个外送Coupon 的外送。对啊，台湾的外送大战现在的玩家熊猫然后那个 Uber Eats 当然还有其他的业者，那 Lalamove 比较不是，可能接下来还会相当之精彩，
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系电商他进来台湾这个外送大战，他们砸钱的实力会输给 Uber Eats。虽然那个广告的笑梗实在，这一看就是 ABC 写的嘛，这个谁笑得出来啊？就是这样。总之啊，到时候台湾的外送大战另一个战场那跟电商有没有关？有关，全部都是网络在作业。我们静观其变，小心一点真的。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和 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